印度如今这个情况很妙啊，从东西阵营都想团结的地区性大国，正在变成两方隔山打牛，中间的那座山呢，简直是被左右开弓的伺候着。美国要给俄罗斯施压，结果被罚的是印度。阿富汗最近和巴基斯坦冲突，被收拾的还是印度的利益。我们在 WTO 上面直接起诉印度电动汽车及电池补贴措施违反了相关的规则。现在的三哥啊，真的是阴的也玩不过，阳的也玩不过，然后又遇上了特朗普。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很愉快地表示，因为他对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感到不太高兴，他亲亲抱抱的好朋友莫迪向他保证以后不买了。明显呢，他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很高兴啊，反复的强调说莫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爱特朗普。他还说呢，我不想用 love 这个词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但是他向我保证不会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要知道8月20号，印度还强硬的表态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随后，印度外长苏杰生到访莫斯科，可以说是一副坚定的铁盟友的做派。而今天印度还没表态呢，川普就先声夺人了。说实话啊，特朗普这个嘴就像是三哥家搞电诈受到的惩罚。你不是总电诈美国人吗？美国总统一句话就能把你忽悠瘸了。前几天特朗普还在说印度是死亡经济，当时印度破了大防了。印度的亲美派呀，可比国内这帮还知道藏着掖着的金融皇协军直白热烈多了。墙上画着的是莫迪和川普相拥的画像，网上流传着的是莫迪总是像拥抱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拥抱川普的说法。要不是长得实在是色差太大了啊，估计就直接说他俩是失散的兄弟了。这么一个带给印度希望、给老先背书、拿走了美国国内大量印度裔选票的美国总统，给印度盖上了死亡经济的大戳，那真的是太扎心了。川普当时对印度大肆挞伐的时候啊，倒是不记得他和莫迪这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了。现在不知道是莫迪承诺了川普什么，还是川普想要倒逼印度就范。总之，这个拒买俄罗斯石油的事儿，就是被贴在了老先的脑门子上。9月老先来开上合峰会的时候，还临时改变了自己的安排，坐上了普京的专车。这种举动呢，在外交上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宣示。当时印度正是被美国和一众西方盟友双刀锋剑严相逼的档口。印度来开会呀，还通过了他之前一直反对成立的上合发展银行的提案，一副要改换门庭的架势。如今什么好处都还没看着呢，就要放弃购买俄油，既得罪盟友，又要承受特别大的损失，可能性并不大。印度一旦停止购入俄罗斯的石油，国内通胀将会剧烈攀升，莫迪能不能做完任期都成问题。而结合贝森特之前的表态似乎才是这一出真假难辨的破镜重圆的真正目的。当时他就说，虽然美国政府现在都关门了，但是85名国会参议员都支持，如果中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将对我们加征500%的关税，并且要求欧洲先这么干。今天英国不就跟进了吗？英国政府15号宣布新一波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将15家中国实体列入了制裁清单。昨天直播的时候我就说，现在双方都在各显神通，而印度是比较尴尬的那一个。原计划也不是真的来出力的，本来就是想靠着骑墙左右通吃的，结果现在是两边挨巴掌，另一边的巴掌一般都是小巴代劳给的。这几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比较关注啊。现在这个阶段看地缘政治时间线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东西。昨天我说中美决定要开始在日内瓦会谈的同一天就爆发了507空战，很值得玩味。其实阿巴冲突的当天上午，印度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宣布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印度将驻喀布尔的技术代表团升级为了正式大使馆。其实现任的阿富汗阿塔政府就是被巴方支持推翻了原有的加尼政府的，但是巴方确实没有控制好跟阿方的关系，结果就导致了阿塔上台之后，面对印度的引诱和招安越走越近。在507空战之前当时有2个国家是支持印度的，一个是伊朗，当时伊朗的外长不就跑到印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吗？另一个国家就是阿富汗。伊朗在空战之后迅速的改变了自身的立场。从6月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空袭时，印度支持以色列就可见一斑。而阿塔似乎至今还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的。此外阿塔在对我们的政策上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拉近与印度的关系，甚至有消息称阿塔内部就是否允许美军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就可见阿塔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对地区局势的认识不清醒到什么地步。所以在阿塔逐渐脱离巴方的掌控，且执政思路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频繁的发生与巴边境的摩擦。10号印阿外交升级，事实上就构成了对于巴方两面夹击的态势，于是才出现了当晚枭龙升空，潜藏在阿富汗境内的频繁对巴基斯坦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造成威胁的巴塔受到了打
打击的一幕。大家明白啊，购买武器用之前都要问问上家的国际惯例，对吧？而巴塔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印方。就在阿巴冲突之前，我们的舆论上到处都是大量造谣巴基斯坦泄露我国稀土技术给美方的言论。大家对于一些蓄意炮制的官方多次辟谣的言论倾向一定要保持警惕。印度舆论战的能力并不弱，煽风点火，捕风捉影。上次在 K 签这个问题上，可以在公布10几天之后突然掀起舆论的风浪，源头就在印度，可以说是成功的在我们这儿小试了一下舆论战的牛刀。离间中巴关系，豢养恐怖分子，几乎是印加强对南亚控制的起手式。与其说巴塔是恐怖主义啊，不如将其视为是印的战争代理人更为本质。巴方这一次的还击可以说是果断而且克制的。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再起，印度这见缝插针的寻求地缘势力修复的野望啊，真的是如野草一般疯长。印度不可能离开俄油，但是利用美国的施压，在拒绝用人民币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事情上讨价还价是可能的。印度也没有实力在军事上彻底压制巴基斯坦成为南亚霸主，但是通过代理人搞乱对手，最好能阻碍中巴之间的进一步军事合作的心啊是蠢蠢欲动的。这就像极了总觉得自己可以在牛市里做波段，以为看准时机，在大势所趋的环境里还想逆势吃一口的投机者。大好的上升标的摆在印度面前，跟中俄合作，放弃自己的霸主野望，先寻求发展，再谈论争霸。三哥他就是不想要，总觉得当年美苏争霸时不结盟的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好，如今又一次大国争霸，他觉得他等到了自己的周期，却不看看早都不是相同的剧本了。对于投机者们，我也是同样的劝告。其实对于我国主导的未来的国际秩序，既然我们选择不争霸，实际上我们就不会以供养盟友的这种方式追求结盟以及对世界的控制，而是以贸易互惠的方式，对双方都有收益的方式，建立更为稳固的国际关系。很显然啊，能跟阿塔玩到一块去的印度啊，政治智商它也高不到哪里去。印度一直就没有等到过我们为了拉拢它而给出的利好或者退让。现在连俄罗斯也不打算惯着他这个毛病了，所以他才又把算盘打到了美国身上。而同样呢，跟中俄打不开局面的美国也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川普公布他最爱的老仙承诺放弃俄油之后，莫迪一直都没有表态。以我对这两个穷鬼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解啊，这俩基本上就是仙人跳遇到了杀猪盘，两个靠营学安身立命的政客，又能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利益给对方输送呢？其实是双方手里都没有牌了，于是都想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手牌。美印在我们反制之后又重新看对了眼儿，更本质反映的是原有利益阵营里的这些国家呀，牌都不剩多少了，一毛两毛的开始凑份子共襄盛举呢。在双方心里都打定了主意，一毛不拔的前提下，现在有多热烈，后面就会有多抓马，咱们就等着瞧好戏吧。明天晚上8点有直播哟，记得预约一下呀。